依稀记得感受到哥本哈根的美是从酒店玻璃窗望向干碧闪烁的运河开始的。现在想来，白色和蓝色就是我心里哥本哈根的主色调，因为它简单纯粹，就如每个孩子都不会陌生的安徒生童话。谈到丹麦，的确绕不开安徒生。哥本哈根的市内处处都有他的印记。最著名的安徒生雕像坐落在市政厅门前的广场上，童话大师左手持拐杖，右手抱着一本小书，目光落在街对面全欧洲最古老的游乐园趣弗里公园。也许童趣和童心是他永远的关注点。小美人鱼雕像则守在长堤公园的海岸边，全世界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但他的孤独却似乎不曾减少一分一毫。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反倒是比较契合迪士尼那种经典的美式语境。所以来哥本哈根，我倒没有抱着太多对这些童话的憧憬。况且安徒生本人的一生也显得和童话背道而驰，更像是丹麦3点多就天黑的萧瑟秋冬之夜里踽踽独行的旅人。在这里能触及我共鸣的，反而是大街上跑步或骑车的人们，早晨弥漫着烘焙香气的面包店，露天伞棚下喝2杯或淡或浓的小酒，诸如此类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场景。一直觉得北欧最适合我的性格，人少清静。我向来承受不住人多的场合，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好像独来独往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相比之下，在北欧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人注意你的地方，就轻松太多了。安静是哥本哈根最明显的气质，公园、树林、河边都透着一种天塌下来也能持续宁静的神奇姿态。当我沉浸在这极度的安静环境中，反而打开了自身更多的雷达，拥有了更多的感悟，同时也学会了一个新词 Hygge。 源自挪威语，它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种氛围和经历。它代表着一种质朴、舒适、随意而温暖的感受，是丹麦人共同的精神向往。慢节奏的街道，安静小巧的店铺，悠然骑着28大车的长腿美女，总是闲庭信步，没看过任何一个人鸡翅白脸。这座城市仿佛人人都在享受自己的 Hygge 时刻。我浅浅地剖析了一下这种状态，它常常与有形的舒适联系在一起，比如温暖的灯光、柔软的织物、美味的食物等。但真正的美在于它所培养的无形的满足感、温暖感和联系感。所以 Hygge 告诉了我们，日常生活也可以让人耳目一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生活的边角料里神出鬼没。起床出门，悠闲地逛逛喜欢的小店，即使简单的一束小花、一个玻璃瓶，也都被呈现出了最美的模样。逛累了，就可以毫不怀疑地走入任何一家咖啡厅，那些充满着温暖灯光的小屋，总有一个适合你的位置。手中的咖啡也不必加糖，如同这座城清冽又无尽的回甘。继续沿着运河向西南漫步，新港的彩色联排房屋如打翻的颜料盒倾泻在岸边。这是永远不会令人失望的哥本哈根风景线。
也是丹麦人在平凡生活中永远追求自由和幸福最潇洒、最漂亮的宣言。坐上小船，穿过河道，飘到城市尽头的海湾，眼前的景象从新港两岸的彩色平房慢慢变成了现代建筑，好像也慢慢穿过了这座港口城市算不上轰轰烈烈的历史。坐下来开始等待夕阳，必不可少的是一杯原汁原味的嘉士伯啤酒。等把啤酒喝光了，就是美好的一日了。我的确在这里体会到了来自生活的简单幸福感，是 Hugh 提醒我们慢下来，不再脚步匆匆，也是 Hugh 让我们要尽情陶醉在好的事情中，无论大小。有时候追得太紧，卷得太狠，快乐反而越来越远。与其努力拥有更多，不如练习怎么对自己说一声足够了，不多不少，刚刚好。我生活的城市像北欧一样，冬季漫长难熬，但我总能循着烛台上的烛光找到温暖所在，总能在刺痛的冷风中找到一种关于家的温暖调调。这也许就是家居之于我如此大的意义。在丹麦，家居设计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装饰，变成了一种生活的艺术。平时不容易接触到的经典设计，在这里却如同家常便饭一般。整个城市空间中，到处都能看到百年品牌的椅子，明艳的色彩搭配，却不感到冲撞的家具，大胆和别出心裁的设计，却永不冒犯的灯具。漫步在街头，也总有你耳熟能详、说得上一嘴故事的设计单品，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种设计即日常的松弛感。北欧拥有自己独特的家居美学，那不是对古典传统的全盘继承，也并非闭门造车的推倒重来，而是在内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大众并不追求奢华和显性的美感，反而专注于向内所求。北欧的设计也并非那么冷淡，这里有丰富绚丽的色彩，也有各种各样的温暖材料。只是他们的设计往往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去除了许多不必要的装饰，所以才显得简洁。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练字时，相对而言，笔画多的字更容易写好，笔画少的字则需要细心考量每一笔的走向和位置，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才能写好一个只有寥寥几笔的字。所以简洁和精致并不矛盾，简单的精致更高级，不是吗？大多数城市都会有一个或者多个显眼的地标，提示着我们这就是你该拍照打卡的地方。但哥本哈根好像对这件事完全不感兴趣。整座城市小小的，人们的脚步慢慢的，却总能带你回到生活的本身。在这里，幸福并不张扬，它悄悄流淌在清晨骑行道上的车铃声里，浮现于黄昏港湾中溪水的身影，也藏在城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节奏之间。在丹麦人心里，幸福不是追求极致，也不是追求拥有一切，而是珍惜当下，知足常乐。他们不太笑，不爱社交，甚至有点羞涩，但他们真的活得挺舒服的。感谢哥本哈根，它让我更加坚信好好生活是会有回报的。和真实的自我相遇，和喜欢的人事物待在一起，岁月
从不会辜负善待他的每个人。期待和哥哈的下一次相遇。